周四暴涨，周五变脸。黄金一度冲到4160，可这一整周实际只涨了 0.89%。周五又是一根阴线，收在4107。白银更让人失望，不但没能跟上，全周还倒跌了 1.9%。金子红着脸收官，银子却绿着脸离场。所以问题就摆在这里，这波先冲高，再回落，到底是新一轮上涨的起点，还是又一次见顶回头的信号？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我们不看隔夜，而是把镜头拉开，回顾刚刚收官的这一整周，黄金和白银到底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又给下周留下了什么样的伏笔？在开始之前，还是那句郑重提醒，我在节目里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复盘，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笔决策都请自己判断，自己负责。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本周黄金收在4107，全周小涨 0.89%， 白银收在 57.79， 全周反而跌了 1.9%， 一红一绿，背离明显。第二，这一周最大的推手是美债收益率始终顽固的卡在 4.67 附近不肯真跌，加上周五一份物价数据，把大家过度乐观的降息预期给浇了盆冷水。第三，下周最该盯的是周五那份非农就业报告，还有黄金4160和4077这2道上下边界。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看最新的，也是这一周最关键的一天，周五。周五这一天，黄金是冲高回落的，日内一度还站在4150以上，但尾盘一路被压下来，收在4107，单日跌了 1.29%。白银当天跌得更多，收在 57.79， 单日重挫 2.09%。然后我们把镜头拉远，看这一整周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里的。这一周其实是一出很典型的先抑后扬，再回头的戏码。周一还在4077附近磨蹭，周二、周三连着2天往下掉，一度探到4036，那时候空头是占上风的。可到了周四，风云突变，金价一根120多美元的大阳线直接拔地而起，暴涨 3.08%， 冲上4160，结果周五又被现实拉了回来。一周下来，黄金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终点却只比起点高了那么一点点。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这一周的性格，那就是多空拉锯，雷声大雨点小。表面上，周四那根大阳线声势惊人，好像多头要一飞冲天，可你把整周连起来看，从上周五的4070附近到这周五的4107，一周净涨也就30几美元。市场用一整周的剧烈波动换来的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结果。这恰恰说明多头和空头目前谁都没能真正说服对方。多头有周四的爆发力，空头有周五的还手力，两股力量势均力敌，把价格牢牢困在了一个箱体里。这种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被单日的大涨大跌带着情绪走，追进去又割出来，两头挨打。这里我要诚实的跟老观众做个回顾，上一期也就是周五那期节目，我反复强调过一句话，别急着追高，真正的多头要站稳，得先有效收上4174到4181那条50日均线。这一周的走势几乎是把这句话演了一遍给你看。周四金价气势汹汹冲到4160，可它偏偏就是没能碰到那道均线关卡，差了10几美元就掉头往下。周五顺势被打回，同时我当时点的支撑4077，这一周也经受住了考验。周五最低下探到4076，几乎是精准的踩在这条线上，然后收了回来。所以那句别追高，要等确认，这一周是站住了的。好，我们把黄金这一周的路径再拆细一点来讲。整整一周，
黄金的重心其实是在4000到4160这个箱体里来回震荡。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周四那根大阳线和周五那根阴线的组合。周四为什么涨？市场在交易一个更鸽派的降息故事，赌美联储很快就要松手，再叠加月末的资金调仓，多头一口气把价格顶到了箱体上沿。可为什么周五又跌？因为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挤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不及预期的消息，就足以引发获利了结。这就是我常说的道理，涨得太急、太一致的行情，本身就埋着回调的种子。目前金价收在4107，站在50日均线4174的下方，更远远低于200日均线4588。这说明什么？中期来看，黄金还没有真正走出5、6月那波大跌之后的修复格局，它现在做的是在低位反复夯实地基，而不是已经掉头向上的反转。那我们不妨把这一周的走势从多头和空头2个角度各读一遍，你会看得更清楚。站在多头这边，理由是金价这一周成功守住了4000整数关口，4077这条支撑一再被考验，一再被守住。周四还打出了一根120多美元的大阳线，说明只要有催化剂，买盘随时能被点燃，底部的承接力量是实打实的。可站在空头这边，反驳也很有力，你涨得再猛，只要收不上50日均线，就始终是下降趋势中的反抽。周五那根阴线就是最好的证明，冲高就是留不住，说明上方的抛压同样沉重。这两种解读，哪一种会赢？不由我说了算，而是由4174那条均线和4077那条支撑，谁先被有效突破来决定。在答案揭晓之前，任何一边都别把话说满。再看白银，这一周它才是真正的扫兴的那一个。黄金全周还小涨了 0.89%， 白银却倒跌了 1.9%， 一涨一跌，差距拉得很明显。我们看金银比价，也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这个数字这一周从大约69一路升到了71。这个比价往上走，背后传递的信息很直白，这波行情里是黄金在独自逞强，白银不但没帮上忙，还在拖后腿。为什么会这样？你要记住白银的双重身份，它一半是避险的贵金属，跟着黄金走，另一半却是工业金属，跟着经济和风险偏好走。这一周市场对经济前景是偏谨慎的，工业需求那条腿使不上劲，于是白银这个黄金的高波动表弟，在涨的时候没弹性，在跌的时候反而更凶。周五它单日跌 2.09%， 比黄金跌得更狠，就是这个道理。对想抄底白银的朋友，我要提醒一句，金银比价没有掉头往下之前，白银的补涨行情都还只是一种期待，不是事实。说清楚了金银各自的走势，我们就得回答那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一周到底是谁在幕后指挥这场行情？答案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这一周你会发现一个很别扭的现象，金价周四能暴涨，靠的是市场对降息的乐观预期在发酵，可与此同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却始终顽固地卡在 4.67 附近，根本没有真正往下走，这就埋下了矛盾。我给你把这个传导链条一步一步捋清楚。黄金本身是不升息的，你拿着它，它不给你利息。而美债收益率代表的是拿着升息资产能得到的回报。当真实收益率高高在上，迟迟不降，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大，压制金价。而周四金价能涨，涨的其实不是收益率下行，而是大家预期它以后会下行。这两者的区别太重要了，一个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一个是还没兑现的愿望。周五那份物价数据一出来，让市场担心通胀没那么快降，美联储没那么快松手，美元顺势走强，于是那份愿望被打了个折扣，金价就应声回落。这就是这一周涨也因它，跌也因它的核心逻辑。再补一句美元这条腿的机制，帮你彻底搞懂。
黄金在国际市场上是用美元标价的，所以美元和黄金天生就是一对跷跷板。美元强，别的货币买黄金就更贵，需求受抑制，金价往下压；美元弱，黄金对全世界就更便宜，买盘涌入，金价往上走。这一周周五美元的走强，正是压垮金价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顺带理解油价和通胀的关系。油价一旦反弹，市场就担心通胀会再抬头，这本该利多黄金这个抗通胀的品种，但只要美联储因此更不敢降息，真实利率被顶在高位，那反而会先压制金价。这些变量盘根错节，但归根结底，本周真正握着方向盘的还是收益率和美元这两只手。那么地缘政治和避险情绪这一周有没有出来搅局呢？说实话，这一周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突发地缘事件来主导金价，避险这条线更多是作为一种底色存在，而不是主角。也正因为没有新的避险资金蜂拥入场，黄金周四那波上冲才显得后劲不足。它更像是一次技术性和预期性的反弹，而不是恐慌驱动的避险抢购。这一点恰恰印证了周五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打了下来。顺着刚才降息预期这条线，我们就必须重点说说美联储。这一周市场的情绪可以说是在美联储快要转向了这个故事上反复横跳。周四大涨是因为一部分资金笃定宽松就在眼前，周五回落是因为一份物价数据让这份笃定动摇了。我想让你理解的核心是真实利率这4个字。真实利率简单说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对黄金这种不生息的资产来说，真实利率越高，它就越难受。真实利率一旦见顶回落，才是黄金真正的春天。现在的处境是，市场赌真实利率的顶部快到了，但美联储还没给出明确的信号，10年期收益率也还没真跌，所以你看到的黄金是在抢跑一个还没被官方盖章的转向。抢跑的行情往往就是这样，涨得快，但站不稳，一有风吹草动就回吐。打个比方，这就像考试成绩还没公布，大家就先根据平时表现压住结果。周四是乐观派压对了氛围，把价格顶上去。周五是一份数据像提前泄露的模拟分，让压住的人心里一慌，赶紧先落袋为安。真正的成绩单要等下周的 PMI 和非农一份份出来才见分晓。在那之前，黄金大概率还是这种预期先行，数据来验的拉锯节奏，利好一点就抢一波，稍有不及就退一步。所以我才反复说，这个阶段耐心比勇气更值钱。好，说完了基本面的这些推手，我们回到图表上，用技术面来给这一周做个总结。黄金现在收在4107，头顶最近的第一道压力就是周四那根大阳线的高点4160附近，这是这一周多头能摸到的天花板。再往上就是4174到4181那条50日均线的硬骨头，只有有效收上去，这波才配叫反转。下方的支撑第一道就是4077，这条线周五刚刚经受住考验，它是旧的天花板翻身变成的地板，只要它不破，这波上涨的成色就还在。万一它失守，下方就要去看4000整数这条多空生命线了。再说动能，黄金这一周的14日相对强弱指标，也就是 RSI， 现在大约在50，正好卡在中性区间的正中间。我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越高说明越超买，越低说明越超卖。一般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现在读数50，说明什么？说明多空动能眼下是势均力敌的，谁也没占到明显便宜。这也正好对应了开头那个疑问，既没有超买到必须回调，也没有超卖到必然反弹，方向还没定。白银的技术面这一周则要弱一些，它收在 57.79， 上方的第一道压力在59附近，也就是周四那天的收盘位置。
再往上才是60这个整数关口，下方的支撑。先看57.5这个本周的低点区，这里周五还一度被下破到57.2，好在收了回来。如果这里彻底守不住，再往下就是57的整数支撑。白银的 RSI 这一周大约在43，比黄金还要低一些，落在中性偏弱的区间，这跟它全周下跌跑输黄金的表现是完全对得上的。白银的动能眼下确实比黄金要虚。说到这里，我必须要严肃地提示一下风险。这一周的行情最大的教训就是追高2个字有多危险。周四追在4160的朋友，周五就尝到了套牢的滋味。市场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擅长制造情绪，涨的时候让你怕踏空，跌的时候让你怕套牢。所以无论你手里是多单还是空单，都请务必保持冷静，控制好仓位。对不确定性心存谨慎，守住本金，永远比抓住每一次机会更重要。这句话，希望你能一直记在心里。好，最后是大家最关心的下周前瞻，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2部分，帮你把时间维度分清楚。先说短线怎么看，下周的日历上有3颗重磅炸弹。周一有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ISM 制造业 PMI， 周三有服务业 PMI， 而分量最重的是下周五那份非农就业报告。这3个数据会一步步校准市场对美联储降息节奏的判断。短线的关键位我给你画清楚，向上，黄金必须先站上4160，再有效突破4174到4181那条均线，才算真正翻身，那样才有机会去挑战更高的位置。向下，只要4077这条支撑还守得住，回踩就还是上车的机会。可一旦有效跌破，就要小心金价回落去测试4000整数大关。白银短线则跟着黄金走，重点看57.5守不守，59能不能收复。再说长线怎么看，把镜头拉到几个月的尺度，黄金的大逻辑其实没有变，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入黄金，去美元化的趋势在延续，美国的债务问题以及真实利率见顶回落的大方向，这些都是支撑金价中长期向上的地基。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短线上因为这波强跑得太急，又没数据坐实，我是偏谨慎的。但长线上这些结构性的力量让我对黄金依然是偏乐观的。短空长多这2个判断并不矛盾，反而正是当下最真实的写照。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波冲高回落到底是新一轮上涨的起点，还是又一次见顶的信号？我的判断是，现在还不是起点，但也远没到终点。周四那根大阳线证明了多头有力量，可周五的回吐和那条没能收上的均线，又说明这股力量还不足以坐实反转，它更像是在4000到4160这个箱体里的又一次试探。真正的答案就藏在4174和4077这上下2条线里，有效收上前者，起点就成立；有效跌破后者，见顶的风险就要认真对待了。在这之前，别急着下结论。所以今天的一句话总结送给你：没站上4174，别把反弹当反转。那么问题交给你了，你觉得下周金价会先突破4160，还是会先跌破4077？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再次郑重声明，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复盘，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请你务必独立思考，审慎决策，所有盈亏都需自己承担，请始终对市场保持一份谨慎和敬畏。好了，如果这期周度复盘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更新你都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